宋三岁正在跟游客们炫耀他这宝贝孙女呢。宋三岁跟游客们讲自己的宝贝孙女今天70斤了。为什么说宋三岁是炫耀呢？因为宋三岁这次比较刻意。今天下班点到了时，爱宝和辉宝，宋三岁一喊，他们就回家了。唯独瑞宝这里，宋三岁怎么哄瑞宝都不回去。瑞宝从独木桥上爬到了小亭子上，然后就趴着不动了，一会儿看看天空，一会儿看看姨姨们，时不时再用眼神挑逗一下宋三岁。宋三岁被挑逗的按耐不住了。宋三岁走进园区，给瑞宝的小脸一顿揉捏，感觉都快给瑞宝揉化了。而瑞宝也丝毫没有阻止和抗拒宋三岁的意思。宋三岁又拖着瑞宝在旁边好几下，瑞宝脸上的肉一晃一晃的。面对宋三岁的操作，瑞宝虽然不反抗，但是有点对宋三岁无语了。瑞宝转身就想往树上爬，吓得宋三岁赶紧过去抱瑞宝，怕瑞宝爬到树上后不下来了。宋三岁抱起瑞宝后，没有选择回家，则是走向了一旁姨姨们围观的窗户前，抱着瑞宝跟姨姨们打招呼，同时也是在炫耀他这个大胖孙女。等到了门口后，宋三岁还是没有想回去的意思，又走到了窗前，让姨姨们近距离看了看。抱着瑞宝的宋三岁此时别提有多骄傲了。等所有的角度的游客都看过后，宋三岁这才给瑞宝抱了回去。宋三岁这次是直接给瑞宝抱回房间的，看得出今天的宋三岁对瑞宝喜爱的过分。今天爷爷给瑞宝和辉宝的盆盆奶拿到了园区里来吃，这还是姐妹俩第一次在园区吃盆盆奶。想必爷爷们是因为心疼爱宝，所以才这样的。因为福宝隔离后，爱宝现在就要营业一整天了，再加上还要带孩子，同时还要给2个孩子喂奶，爷爷怕爱宝吃不消。因为姐妹俩现在的活动量是越来越大了，而且也越来越调皮，现在都敢顶撞爱宝了，不再是只会挨揍的小熊猫了。只是现在和妈妈的实力比较悬殊，想打又打不过，但姐妹俩现在打不过，懂得要跑了，开始和妈妈打游击。妈妈累了就上去折腾妈妈，妈妈恢复体力，自己就转头就跑，跟妈妈打得有来有回。所以这才在园区里额外给姐妹俩加餐，这样姐妹俩吃饱后便不会再折腾爱宝了。爷爷们真是站在动物的角度上替他们考虑啊，没有一味的将他们当成挣钱的工具，而是在真真切切用自己的感情去照顾他。就这样，瑞宝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吃饱了，姐妹俩现在真的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待遇。瑞宝喝完后将爷爷给其擦了擦嘴，然后离开。姐妹俩现在不仅爱宝看了头疼，爷爷们也开始头疼了。园区开始出现姨姨们之前想看的满园区抓熊的画面了。爷爷和辉宝在园区的草地上打闹，辉宝在爷爷手里像是个皮球一样被爷爷推来推去。相比于爱宝的抗击打训练，爷爷这2下只会让辉宝感到开心，不会感到疼痛。辉宝被爷爷推开后，不服气的继续扑向爷爷。辉宝死缠烂打的抱住爷爷的大腿，将爷爷想拉都拉不开。就算给辉宝弄开，辉宝也会紧接着再爬起来去追爷爷。将爷爷这欲擒故纵的手段，想必是从福宝那里学来的吧。跟姐妹俩玩耍一会儿后，将爷爷拿来扫把，给爱宝收拾铲在园区里的青团。而辉宝这时看到爷爷又来了，又激动地跑了过去，跑到一半还差点给自己摔下去。辉宝喜欢黏着爷爷，而且对于爷爷的捉弄也不抗拒，反而感到很开心。辉宝呼哧呼哧地跑到通道门口，然后在通道门口停了下来，等待着姐姐和妈妈。等妈妈和妹妹一起赶到通道门口后，母女3雄一起走出通道门，来到室外园区。辉宝对室外园区越来越熟悉了，而瑞宝还停留在观察通道门口的阶段，一有不适就往家跑。而辉宝则在园区开始四处观察，在园区留着自己的气味。而此时宋爷爷正在旁边守着瑞宝和辉宝。辉宝穿梭在草丛中，身边的小草和小树被辉宝衬托得很大，就像是身在树林一样。爱宝看到瑞宝和辉宝不敢上前，便来到门口引领瑞宝和辉宝。有了妈妈在身边，瑞宝和辉宝便变得胆大起来，开始扩展自己的活动空间。姐妹俩一熊一边仔细观察着室内园区的角角落落。辉宝在小亭子的爬梯上练习着攀爬，等辉宝能爬到小亭子上时，也就意味着爱宝的窝头和胡萝卜要危险了。瑞宝到时就可以偷吃妈妈的小零食了。而瑞宝这里在园区转着转着，来到了爱宝的身边。瑞宝让妈妈陪陪自己，但爱宝忙着吃饭，让瑞宝自己玩。瑞宝只好转头去找妹妹。现在室内园区对瑞宝和辉宝来说就是一个大型的游乐场。一会儿，爱宝去到饮水盆前喝水，姨姨们能看到辉宝此时在哪里吗？辉宝藏在了妈妈身后的小泳池里。瑞宝和辉宝一圈玩下来，身上便搞得脏兮兮的了，有福宝姐姐当年挖煤时的样子了。想必很快瑞宝和辉宝
就可以继承福宝煤球公主的称号了。一会儿，爱宝往家走去，而作为爱宝跟屁虫的辉宝，跟着妈妈的步伐，乖乖的走了回去。辉宝也太让爱宝和爷爷省心了，简直不要太乖巧。爷爷甚至有点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爷爷紧跟其后，给瑞宝也带了回去，将瑞宝放在门口后，瑞宝也乖乖的走了回去。不过没一会儿的功夫，姐妹俩又折返了回来，但此时通道门已经关上了，姐妹俩则直接蹲坐在通道门口玩耍了起来。辉宝犹如火箭发射一般冲下了滑梯，本来爱宝正和瑞宝、辉宝在小滑梯上睡得正香，爱宝翻了个身后，不知为何辉宝的身子开始向前前倾。不过此时辉宝还没醒，好像还在做梦，正吧唧着嘴，应该是在梦里梦到盆盆奶了吧。一会儿，辉宝感觉到了不舒服，起身想给自己换个地方，但爱宝挡在中间，辉宝哪里也去不了，只能老老实实的趴在小滑梯上。但小滑梯太滑了，辉宝一点一点的从滑梯上溜了下去。或许辉宝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，掉下去时表情一点变化也没有。辉宝从小滑梯上滑下来后，爬上了小独木桥，然后往小亭子上走去。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辉宝总是喜欢和妈妈姐姐分开睡，喜欢单独睡在小亭子上，因为滑梯平台上容不下3只熊。一会儿，依依再次排队回来时，爱宝开始吃刚才还没吃完的竹子，姐妹俩则自己坐在一旁玩耍着，不去打扰妈妈。辉宝这时又爬到了树上，不过辉宝现在只学会了如何上树，对于下树现在只能用摔下来的方式。在小树上玩耍完后，辉宝钻到了爷爷刚栽种的油菜花丛里。小小的辉宝钻在油菜花丛里，给油菜花衬托的大大的。辉宝起身一个熊扑，直接给油菜花压在了身下，然后踩在油菜花身上爬了过去，给爷爷看得心惊胆战的。一会儿，宋爷爷出来收熊，辉宝看到爷爷来了，跑到爷爷身边和爷爷玩耍。爷爷伸出手想和辉宝击个掌，辉宝没领会爷爷的意思，而是露出了自己奶凶的小牙，想吓一下爷爷。在宋爷爷的不断引导下，辉宝总算明白了爷爷的意思，伸出手和爷爷成功击掌，而爷爷趁机抓住辉宝的小手，将其抱进怀里带回了家。走前，爷爷举起辉宝，让辉宝跟姨姨们说再见。姐妹俩回家后，福宝走出园区。福宝今天后背上有一块大大的青团污渍，想必福宝昨天晚上是又睡在自己的青团里了吧。福宝径直穿过室内园区来到室外。来到室外园区后，福宝坐在自己的小木床上吃起了窝头。福宝吃完窝头，福宝蹑手蹑脚的来到了小躺椅上，下一秒福宝蹲在小躺椅上直接缠起了青团。又到了姐妹俩下班的时间了，姐妹俩今天给宋3岁的面子足足的，因为此时瑞宝、辉宝以及爱宝都没有睡觉，而是都在园区玩耍，这样便让宋3岁收熊的工作轻松了许多。因为只要姐妹俩不睡觉，就有的是办法让其回家，例如用小零食引诱回家，亦或是让宋3岁的嗓子响彻园区，让瑞宝、辉宝感到丢人。而今天宋3岁则是站在通道门口，拍着巴掌吸引着姐妹俩。姐妹俩看到后就急着要下来。辉宝尝试直接从小亭子离宋3岁最近的地方过去，但辉宝明显是高估了自己的腿长。辉宝尝试了一下，发现自己这大长腿居然够不着地儿，然后立马爬上去重新换地方。而瑞宝这里直接从小亭子上滚了下来，瑞宝直接反超辉宝，乐颠颠的就跑了回去。辉宝眼看姐姐马上就要吃到小苹果了，自己这里也赶紧加速冲了回去。姐妹俩这下班的积极性直接给宋3岁看乐。而这时爱宝正在饮水盆前喝水，爱宝渴了。爱宝向来就是这样从容，有自己的想法，而通道门口就这样一直为爱宝开着。眼看爱宝再不回去，瑞宝和辉宝都快重新跑出来了。宋3岁这时便扯着嗓门开始呼喊爱宝。爱宝听到宋3岁的催促，没有再继续停留，直接回了家。这次宝家的下班太快了，姨姨们的观看时间还没结束呢，只能宋3岁出门顶一会儿了。宋3岁出门后，开始给姨姨们表演着饲养员收竹子，晚上回去多给宋3岁加2块胡萝卜。